你说你死都不要我救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救你的人还是我。你说你死都不回沈家了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你还得给我乖乖的回沈家。你还要我跟你回沈家？那不然你现在能去哪儿呢？不过我都想好了，等你身子好一点以后啊，我就给你换个名字。跟外人呢就说你是我新买来的丫头，再过一阵子我就去跟我娘说，让你以后都跟着我。你还要我跟你？吴聘那一段啊，只要我不在乎，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。你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跟你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？我给你。周莹，你以为我救你是因为那个是吧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无以回报，唯有这身子。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，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才不稀罕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。不可能。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的跟着吴聘，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？我哪点不如他？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他是个死人。他没死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。滚！要谁你马上给我滚！少爷，人家刚刚救了你一命，我还他一命就是了。就算你不愿意跟他，也用不着把他气成这样。你不是擅长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每次见着他都这样。或许我和他天生就犯冲了。玲珑，有没有人家了？看上谁没有？四叔帮你说去。我们当丫头的这种事儿哪能自己做主啊？爹，啊？你上街帮我买点东西，买什么？白纸、白布，还有红泥泥。你买这些做什么呀？别管了，帮我买来就行。哦。玲珑，哎，我要走了。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吴家东院。你还要回去啊？你疯了？我没疯。你回吴家东院干嘛呀？回去找死啊？还想让他们把你捆起来，再沉躺一次？这次绝不会。周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跟吴家纠缠了，好吧？陈塘之前我就说过，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回去。现在是时候。可你还跟我说过，等吴聘的百日祭一过，我们一起去草原啊。在我和吴家的恩怨没了结之前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周莹，你要是敢回吴家东院，我把你卖给沈星移。你敢？走着瞧。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不知道啊？他干嘛呢？在那儿
少在那儿呢。哎，哎，圣爷，哎呦，我说圣爷，哎，圣爷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啊？你们谁又惹你们家少爷生气了？哎，我说，圣爷，谁又惹着你了？没什么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是啊。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以前立过的那个卖身契，300两银子，我把周莹卖给你。记得。后来你不是给了我一个冒牌货吗？现在我决定要把真货卖给你，你再花300两银子，把周莹买回沈家。什么？哎，要不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，再便宜点，200两。四叔，你那个女儿啊，倒贴我都不要。哎，你不是发过誓，这辈子一定要把她收了吗？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呀？每次见到她都气个半死。为了我能多活几年，我圆着她点儿。你要不把她收了，她就得死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她非要回吴家东院，我宁可让她跟着你回沈家，至少是条活路吧。哎，二星爷，听四叔说，你要回吴家东院。是，吴家东院已经没了，吴家东院还在。吴聘死了，吴伟文死了，周莹也死了，吴家东院的人都死了。谁说周莹死了？我还活着呢。是你还活着，你是被他们撵出来的，你早就不是吴家东院的人了。吴伟文和吴聘死后，吴家东院就是我当家，没人可以把我撵走，除非我自己想走。我不知道你要回去干嘛。我要去找回我的清白，夺回属于东院的股份。如果你命都没有了，你要清白有何用啊？要那些股份又有何用啊？如果被人欺负不能还手，被人冤枉不能洗清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但是你别忘了，吴家其他几院的人根本就容不下你。你要就这么贸然回去，他们一定把你往死里弄。哼，这一次谁死谁活还难说呢。但万一呢？周莹，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，所以你的事我说了算。你可以不跟着我回沈家，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回吴家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不准走。沈心怡，你关不住我的。当年我既然能跑，那这一次，我一样能跑。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我都是在为你好。没事儿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死都不怕？我怕，但我更怕窝窝囊囊的活着。好，我放你走。谢谢你。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谢谢，也是你逃跑以后第一次心平气和跟我说的一句话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布屋斋的日子，每天有说有笑的，那多开心啊！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一直待你不跑，你每次见到我不是打就是骂。那吴家东院军需作假，害死我大哥，坏事做尽。吴家东院从来没有造假。他们不是用松香代替血竭吗？我曾经提议用便宜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竭，都被吴卫文臭骂一顿。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竭？你说什么？杜鹃花叶子可以代替血竭？你要再说吴家东院造假的话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心平气和。你要的东西全在这儿。想好了？是，真不要我帮忙？我一个人没问题。我让你帮我拦着他，你倒好，还支持他。你这个女儿，她决定做的事儿，有人拦得住吗？倒也是。我这个女儿啊，虽然她让我恨得牙痒痒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活着回来。